一张图，推理拍摄所在地。这是一位网友在往期视频发起的挑战，并说不要被 IP 误导。来看图，这是一张街景图，是街景车游走于街头巷尾拍摄并上传到网络的图像。难怪出题人说不要被 IP 误导了，毕竟只要我们有手机、电脑和网络，在任何角落都可以看到全世界的街景图。那么出题人的 IP 确实没什么参考价值，就连社会工程学也没多大用处了。先看图中内容，这是一张城市景观街景图，近处停放着几辆车，中间是居民房子，远处还有高高的楼，看外形应该是办公楼。而中间居民房旁的这里还有一盏路灯，这说明此处围墙的背后是一条公路。这里是在公路旁小巷内拍的街景图，结合建筑样式、车牌颜色还有 logo， 这肯定是国内的街景图了，而且是一张2019年2月17日拍摄的街景图。今天就来说说这类型题目我的解题步骤吧。首先，特征视图就是第一步，但是本图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特征建筑，没特殊符号等，那么只有很低的概率能匹配得到了。除此之外，远处的办公楼也可以试试，但是像素太低，一般是没有结果的。所以看图的瞬间就觉得视图能出结果的概率微乎其微，而最终结果也是如此。第二步，来审视一下能缩小范围的特征，例如往期用到的车牌号码确定省市就是其中一种特征，只是街景图的车牌号码都是打码的，因此这里就无法使用了。除此之外，其实本图能缩小范围的特征也挺多的。首先，左下角就有拍摄时间，接着此处和前方土壤上都有融雪，那么结合时间和温度可以划分大致区域。还有这里的植物是竹子，竹子是我国的原产植物，主要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喜温暖湿润。那结合融雪，此地不会是我国太南或者太北的地区，但是你看图中的建筑特色偏北方，很明显跟竹子又不太相符，因此此地初步推断是我国的中部地区。其实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往往天空帮助会很大，毕竟云的形状各异，对应在卫星云图中的形态也各异。而今天这张图的云像薄薄的一层棉絮，回看2019年2月17日的卫星云图，可以看出当时国内南部绝大多数地方都是被厚厚的云层所覆盖，像这样的云层是不可能看到蓝天的，而图中的云薄薄一层，云间还能看见蓝天，因此在卫星云图中能符合的也就这两个区域的云了。假如换到早上的云图，结论也差不多，而这两个区域分别是上海、江苏一带以及河北南侧山东一带，因此这一次相对于融雪、竹子、建筑形式外，云层是范围判断更好的办法。那么接下来就要引入另一个概念了，空调装机量。其实这是缩小范围的其中一种特征办法。空调装机数量往往与所在地的气候和经济发展有关。比如说，同样是南方地区，海南处于的热带环境，其高温持续时间要比广东的长，但是广东的空调装机量反而比海南的多，这就是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同样是南方，广西的装机量明显要比云南高出20多倍，但是你看2022年云南的人均 GDP 反而要比广西的高，在经济因素角度，应该是云南的装机量要高才对啊，那为什么这里是反过来了呢？原因就是云南地处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全年温差小，四季如春，因此就没有装空调的必要了，而这就是气候因素的影响。根据刚才推理的云状所划定的两个区域，上海、江苏地带都是百户均超200台空调的装机量，而另一个区域河北南侧及山东一带，百户仅100多的装机量，几乎是苏户的一半。回看图中的房子属于老式居民房，不像现在新建的商品房有专门存放空调外机的区域，隐藏在楼体内，增加楼房的整体观赏性。因此老式民房的空调外机基本都装在楼体之外，
而图中的这老式居民房的空调外机量并不多，结合建筑形式，这里是苏沪地区的概率就不大了。因此，答案基本就可以锁定在河北南侧及山东一带了。此时，我想出题人说的“不要被 IP 误导”，我感觉这句话本身就是误导。虽然如此，但我们还是得看看包括河北以内的所有可能的城市，根据推理出划定的区域，以及百度有街景信息的，能符合的就只有邯郸、聊城、济南、淄博、潍坊这几个城市了。其中除了邯郸是河北的，其余全是山东的城市。你们还记得前面说过的办公楼吗？这样的高层办公楼一般会出现在人员聚集区，以满足租赁需求。否则，人不多却建此类办公楼，办公室将很难租出去，对应配套的城市公共交通也很难满足人的上班需求。因此，基本可以确认远处的办公楼是人员聚集区。此时又可以引入一个概念，热力图，通过网络接入量，从而反映当地人员的密度。因此，在地图热力图中，越红的地方人员密集度越高，而蓝色或无色的地方相对就是人员少的地方。随即，我同时打开热力图及街景图，开始从邯郸开始，通过查看人员密集区的街景图，尝试找到图中类似的办公建筑。筛查时尽量选择较开阔的街景。邯郸不对，聊城不对，经过15分钟左右的搜索，在济南找到了类似的建筑，两侧深色楼体中的浅色楼体匹配了，两侧的白线也匹配了，但是没看到左侧有建筑啊。沿着这个建筑查看四周的街景图，发现该建筑在该地高层建筑群的最东侧，其他建筑都在它的西侧，而且只有在该建筑东侧往西拍，才能看到这建筑的这个角度。那么要让该建筑的左边出现建筑，那拍摄角度只能在建筑的东南角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该建筑西侧的建筑在视角处的左侧呈现出来。查看该建筑东南侧的街景图，上面说到，这是在公路旁小巷拍的街景图。那么按推理，从视角近到远，从东到西，分别是拍摄地所处小巷，接着是一段平行于小巷的公路，最后就是远处的办公楼。而这里就很符合了。这里是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山师东路附近巷子内，而远处的办公楼分别是大众传媒大厦和绿城济南中心。其实我原本的想法是通过拍摄日期缩短范围的，毕竟接警车到每个地方的时间都各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出题人的截图是带接警时间的，而我手机和电脑都是此类编码，并没有带时间？有没有小伙伴能告诉我这种带日期的街景图是来自什么版本的百度地图？下课。